This is a 2-slot card that is 11.2 in here, but if you didn't recognize, we have a $100,000 box. And this costs 2 of my Range Rovers. 这是我独享的 moment，OK？、Half a face. No, look at this! Oh my gosh! 我们都喜欢开箱，看着那一盒盒包裹被层层打开，看着胶带被刀口划破，把一部手机、一台电脑从塑料保护膜中小心翼翼地取出，我们的内心就感到了治愈。这就是开箱疗法，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我们那么喜欢看开箱视频吧。但我有一个问题，什么是开箱视频？开箱视频就是一个人把一个东西从它的包装盒中拿出来，就是这么的简单。但开箱视频却是 YouTube 当下最流行的视频类型之一。事实是，你可以在 YouTube 上搜索到超过2000万部开箱视频。在2021年的今天，开箱视频是科技厂商宣传自己产品的一个很好的途径，像是苹果、三星、谷歌、一加、索尼、英伟达、AMD 之类各种各样，几乎每一个厂商都会给一些有名气的科技类 YouTuber 免费送些手机、电脑，让他们来开箱。但开箱视频不只有科技产品，还有玩具、美妆，以及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东西。开箱视频已然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不仅有包装的东西可以被开箱，本身不需要包装的产品也可以被装进盒子里，再被开箱。Gazoo Racing Masters of the Nürburgring。厂商还可以造出来为了开箱而制造出来的产品。One, I am super pumped to open up the first one. Ooh, look at this bottles. 游戏里也可以开箱。What the fuck? What? What? 你甚至可以开箱 New York、New Jersey， 好像已经没有东西不能够被开箱了。但这一切都源于2006年的一个视频，这是一个诺基亚161的开箱视频 ，YouTube 有记载的第一个开箱视频。从这个标题 Unboxing Ceremony of Nokia E61 就可以看出开箱的最初定义。开箱是一个典礼，是一个仪式，是一个值得被记录下来并分享的事情。从 Google Trends 也可以看出，开箱这一词在2006年后才开始浮出水面。也就是这第一个开箱视频在 YouTube 发布的时间。早期的开箱视频往往粗制滥造，缺少剪辑，通常会配合 YouTuber 的解说一镜到底。盒子里的产品也是自购的，当时的标题和封面看起来好像也挺正常的。如果你想做一个 iPhone 3G 的开箱视频的话，你只需要在标题栏里面输入 iPhone 3G Unboxing， 就会有人来看你的视频了。一个 iPhone 的开箱视频的封面就是一台 iPhone， 有可能就是视频中的一帧截图。这些开箱视频看起来很生活化，就像是录给朋友或者家人看的，和现在火爆的 YouTube 开箱视频带来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开箱视频通常能给人带来一种高级感，他们有很多个机位，高端的摄影灯，剪辑方面每隔几秒钟必须要切一个镜头，因为如果他们不加那么多转场的话，那些患有多动症的观众们就得看不下去，要关掉他的视频了。必须要有高级的背景音乐。而且大 YouTuber 们可以在产品上市前就拿到这些产品进行开箱。录一个 iPhone 12 mini 的视频不能够写 iPhone 12 mini unboxing， 得写 iPhone 12 mini (括号 White unboxing Apple aesthetic ASMR setting up plus accessory star)。封面不能够只是一帧截图，又或是随意拍摄的照片，必须要有一个人拿着产品并摆出很夸张的表情。如果他们做不到以上的几点，那很有可能他们就火不了。这些视频看起来观感更好，更加精致，但是他们高度同质化，毫不接地气。这些开箱者们面对每天能收到的成千上万份产品时，内心早已毫无波澜。他们开始对一些不痛不痒的小细节过分挑剔。我尝试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充电器，不要过分的 glorify 或者是
把它捧得太高啊，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充电器。OK， 可能开箱视频对于他们来说就只是一份工作，而不是一个爱好者在空闲时的分享。Console, it's time for next generation gaming! 很显然，开箱视频这个狂潮并不只是开箱者掀起的，厂商也在这幕后推波助澜。当你将开箱视频的热度和电子产品的包装设计结合来看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这一点。在90年代又或是00年代，谁会在买下游戏机之前上网查看游戏机的包装内部是什么样的？厂商们只管着让他们的游戏机包装摆在货架上好看就可以了。那么问题来了，怎么样让你的产品以及品牌在开箱时代脱颖而出呢？好问题，那为什么不疯狂的堆砌包装呢？一层包装不够，我们就多加几层，岂不妙哉？ Samsung trying really hard was well spent. So the present flat. So that's why it's so thin. I don't know exactly why. 一个产品的曝光量越大，它的销量就会越好。换句话来说，我们看的开箱视频越多，我们买的东西就会越多。问题就出在这里。就拿电子产品来说，大多数的电子产品开箱视频并不能带你深入了解一款产品。很多时候，我们在没有了解好自己需求的情况下，因为受到了开箱视频的刺激而购买了自己并不真正需要的东西。实际上，这就是消费主义运行的一种很重要的方式。但开箱视频披着一层人畜无害的外表，无声无息地渗透进社会的每个角落，渗透进每个人的内心。它有意无意地将我们变得追逐物质。我们开始为我们的疯狂消费合理化，这就如同温水煮青蛙，将我们的大脑变得更容易被控制。久而久之，我们将对更多广告、更多宣传不具抵抗力。这些营销迫使我们买了更多自己不需要的东西。你可能根本不需要一部新手机，一件又一件的潮牌衣服，被炒高的限量球鞋，开箱一个又一个的快递。你买了这些东西，很有可能并不是因为你喜欢，并不是因为你需要，但是因为疯狂的消费主义创造出来的新焦虑迫使你去买。如果我们还不从这纸迷金醉的美梦中醒来，这是有代价的。请问这些被开过的产品最终会去哪呢？垃圾场。不管是回收这些包装还是填埋它们，都会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将不可避免地污染环境。我们每年生产了5300万吨的电子垃圾，9200万吨纺织物垃圾，其中只有17.4%的电子垃圾和12%的纺织物垃圾被回收，剩下的要么被烧掉，要么送到垃圾场里面填埋。各类垃圾的数量还在逐年上涨。这些垃圾的处理也是一大难题，无数吨垃圾被出口到东南亚，这些垃圾在污染当地的水和空气，最后威胁到人的健康。这么多的垃圾真的应该出现吗？这么多垃圾的产生和开箱视频的火爆又有没有关系呢？总会有人来为我们的疯狂消费付出代价。但是或许我们可以做点什么来修复这个狂潮，就像这样。为了完成 Apple 在2030年达成碳中和的目标，我们已经在2020年做出了许多努力。我们在 iPhone 12系列中取消了耳机以及充电器，并且缩小了盒子体积。这样的做法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这显著减少了我们全球物流链中的碳排放。但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发现不少自媒体频道非常热衷于做开箱视频，因此为了进一步减少 Apple 产品对地球的影响，我们除了取消全线产品的数据线、说明书、贴纸以外，我们还将直接取消产品的盒子包装。从今往后，当消费者在 App Store 下单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亲自把产品送到你家的门口，这样就可以省去繁琐的开箱了。我们了解到，消费者换设备的一大动力
是电池的衰减。为此，我们在新的 iPhone 以及 MacBook 中全面取消了内置电池，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 iBattery 技术。iBattery 可以让你的 iPhone 或者 MacBook 兼容市面上所有的电池，包括但不限于1、2、3、5、7电池、W126、F550、FW50、AB1 电池，这样就可以让消费者为 Apple 的产品无限续命，达到真正的 Apple 很久远，一台永流传。